据说万里长城是从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类工程，在长达1800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人都靠它来抵御外敌的入侵。可自20世纪后，雄伟坚固的长城再也挡不住日本侵略者的飞机、坦克和大炮。一个太平洋上的弹丸小国为何敢来侵略中国？这要从1927年开始说起。当时日本内部的田中奏折提出，要先占领矿产丰富的东北地区，为战争提供原料，然后逐步占领中国，借着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资源，继而征服世界。为了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，日本以资源匮乏为由向全球购买工业原料，同时依托明治维新时学习到的西方军事技术，秘密地建立了现代化的海陆空军，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。而此时中国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，才刚刚推翻了古老的封建王朝，像科学、工业、军事都还在起步学习阶段，而且各地军阀占山为王，明争暗斗，人人都想当中国的老大，但谁也不服谁。所以在当时来说，中国这样一个涣散落后的农业国，根本无法和日本那样团结一致的工业强国抗衡。1931年，日本果按照计划出兵占领了东北，并借着卖国贼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。如此，他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，制造坦克、飞机等武器装备。6年后，越发强大的日本见时机成熟，于是策划了7·7事变，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。随着战火的蔓延，日军先后攻下了北平和天津，甚至扬言3个月就要灭我中华。就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，窝里斗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终于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。当时蒋介石掏出家底，将嫡系军锐全部调到了上海，其他各地军阀也纷纷派兵来援，总兵力一共达到了80余万。而日军先后增兵到了20多万，分别在吴淞要塞、浏河、罗店等地登陆。随着战斗打响，淞沪战场就像一个绞肉机和无底洞，吞噬着中国将士的生命。3个月下来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达到了30多万，平均3天就牺牲一个师，真正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。但日军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自此他们再也不敢妄想能在短期内占领中国。之后，为了躲避日军战舰猛烈的炮火，中国军队只能退守到几公里外。这时，日军又派了2个师悄悄从上海南边登陆，接着迅速北进，包围了城区的侧翼。此时腹背受敌的中国军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奉命向南京和杭州撤退。而日军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反抗，竟然派飞机去轰炸上海的无辜百姓。当时城里的高楼大厦、平民楼屋都先后被夷为废墟，惊慌失色的中国人则如潮水般涌到街上。其中一部分人逃进了外国租界地，因为日本人暂时还不敢得罪那些强大的对手。但租界地毕竟面积不够，所以有1人能安全地逃到里面，就有1000人被阻隔在外面。在日军丧心病狂的轰炸下，无路可逃的他们只能迷茫地站着，或者没有目的地四处奔逃，期望能逃过日军的屠杀。但不少人最后还是在轰炸中丧生，或者被倒塌的建筑物活活埋掉。丧尽天良的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兵分3路向南京进攻。中国军队虽然拼死守卫，但因数月来接连奋战已是疲惫不堪，加上最高司令官唐生智仓皇出逃，引发混乱，最终导致南京才13天就彻底失守。日军攻陷南京后，开始疯狂地烧杀抢掠，滥杀无辜，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。那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被杀害的中国人至少有30万。而这些惨无人道的行径，都是由日本最高司令部一手策划，只为了能彻底撕碎中国人的心，迫使中国投降。但中国人并没有因此屈服，而是以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决心，誓死要消灭日寇。自此地不再分南北，人不再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但光有抗战的决心是不够的，还要发展出抗战的军力。所以蒋介石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，也就是逐步放弃国土，保留有生力量，以辽阔的土地来拖延日军的兵力，然后趁此间隙制造机枪大炮，待军事力量壮大后，便可以一举消灭日寇。为了不留下任何东西给敌人，中国军队将道路、工厂全部炸毁，同时用汽油焚烧了农田庄稼。而数千万平民百姓也携着家当老小，向2000多公里外的西南地区迁移。
画面中的母亲用扁担挑着小孩，这位年幼的哥哥则背着妹妹，带着弟弟，正小心翼翼地跟着人流跨越铁轨。而这位老太太因包袱太重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但很快便自己站了起来。她又是哪一位英雄壮士的母亲或妻子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人们长途跋涉的过程中，偶尔也会碰到火车，当人载满后，铁轨和枕木都会被拆掉带走，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丝有用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以及上千个工厂的机器也被全部拆散，通过卡车、牛车、人力等方式陆续运往重庆。而船运作为中国最悠久的交通方式，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随着金融机构、工厂、学校、军事等等都内迁到了西南地区，重庆也成为了战时的国都和心脏。这时鞭长莫及的日军已经无法从陆地进攻，但为了彻底摧毁中国的有生力量，他们使用轰炸机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，甚至扬言要将重庆从地图上抹掉。而中国只能派出仅有的老式战斗机升空迎敌，虽然能击退日军的几率仅有1/1000，但飞行员们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义无反顾地出发了。从1938年到1943年，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无差别大轰炸，投下的炸药累计高达4000多吨，无数在炮火中丧生的中国人尸骨无存，家园也被夷为废墟。尽管如此，中国人仍然还是屹立不倒。像镜头中的中国人正在不分昼夜的施工，以修建更多更安全的防空洞，而地下的兵工厂也在夜以继日地运作着。与此同时，东南西北都在加紧训练现代化的军队，女人们则学习包扎伤口，组成了医疗队，有内巾帼女子直接从容参军，杀敌保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外国志愿者也来帮助中国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航空飞虎队。日本原打算占领中国后，可以借着庞大的人口和资源征服世界，但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是如此的坚强和不屈。日本眼见计划停滞难行，便开始出兵占领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海岸港口，想以此切断外界对中国的全部援助。如果没有了石油、大炮和飞机，那么中国注定只能灭亡。此时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印度洋海岸线，把物资从缅甸运到云南昆明。然而这期间隔着上千里的高山和峡谷，自古以来只有马队可以通过。当时经过美国工程师的测算，在拥有现代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，这条路至少需要修5年，而蒋介石估计交给云南人来修的话，至少需要修8年。但云南王龙云却拍着胸脯说3个月一定通车。3个月通了吗？没有，不科学。当时龙云回到昆明后，组织了20多万云南人以及各地军民同胞，就靠最原始的工具和人力来修建公路。正如画面中看到的一样，修路的除了男人外，还有许多老弱妇孺，他们就靠双手一点一点地凿石开山，最后一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，就修通了全长1180公里的滇缅公路。因为山多路险，加之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，导致几万中国人在修路时丢掉了宝贵的生命，所以这条路在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个用血和泪铸造的奇迹。滇缅公路修通后，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得以运进国内，使中国人能够持续抗战。1938年，日军也占领了中国2/3的铁路，并准备夺取郑州枢纽站进攻武汉。为了阻止日军，蒋介石下令炸开了黄河花园口的文案堤坝。此举虽然阻隔了日军的前进，为保卫武汉争取了时间，但同时也淹没了40多个县城，导致80多万人惨遭溺死，上千万百姓流离失所。与此同时，乡村中的农民、妇女以及少年和小孩早就组建了一支又一支的抗日游击队。他们身着青衣布衫，手持着落后的枪支和自制的刀斧钩叉，随时准备着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。前一秒他们可能还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但下一秒就会变成致命的抗日战士。日军虽然占领了交通要道，但游击队以敌进我退、敌退我追等方式持续攻击日军。因为游击队规模分散、行踪隐蔽，所以日军无法进行集中进攻。除了人之外，日军还要应付中国辽阔的土地和复杂的地形，艰难险阻的沼泽湿地、排山倒海的洪水河流、蜿蜒崎岖的山路，这些都在无形中阻碍着日军的前进。因为中国人顽强不屈的抵抗，日本人占领中国的计划已然落空。
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准备直接实施第3步计划，也就是征服世界。当时在二战战场上，苏联和英国正被纳粹德国按着头的大。日本一看自家大哥这么厉害，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，于是计划趁虚而入，攻击美国和东南亚地区。为了打击美国在海洋上的军事实力，日本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，直接偷袭了珍珠港，摧毁了美军的40多艘战舰。损失惨重的美国立即对日宣战，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。这时的中国虽然有了美国这个强大的战友，但老祖宗说的对，千有万有还是要自己有，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。1941年，日军又派出了40万人分路进攻，一路所向披靡，直接横扫了整个东南亚，泰国、菲律宾、香港等地先后沦陷。麦克阿瑟率领的英美守军根本无力抵抗，只能向后败退。由于战友的失利，导致滇缅公路被日军彻底切断，军事物资再也无法进入国内。于是中国从1942年到1945年，先后调集了30多万人2次出境作战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国远征军。就是这样一支装备武器都远远不如外国战友的军队，却先后歼灭了5万日军，收复了滇西8万多平方公里的失地。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第18师团，更是被孙立人带领的中国军队全部歼灭。当时不少中国将士跪地痛哭道：“南京的战友和同胞们，我们替你们报仇了。”1945年8月，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喂了2颗原子弹。5天后，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部纪录片名为《我们为何而战》，片中的画面是由各国随军记者拍摄的真实影像，以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胶片。当时美国之所以要搜集资料制作这部纪录片，就是为了号召更多民众来对付日本等法西斯国家。如今这些画面是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，也是中国人顽强不屈的真实见证。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一样，几个世纪以前，中国人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修建了雄伟的长城，以此抵抗外敌的入侵。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，但他们仍然还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，那就是中国人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。